好，那麼賈永婕最近呢，在網絡上呢引起這個話題啊，因為他參加台資源的節目啊，然後呢談到台北101國際化的過程，說他對台灣的情感哦，他說在這個土地上你要認同這片土地嘛，不然呢哦，你當然可以選擇不要當台灣人，那你就不要在這裡啊。他說自己真的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有人站在這片土地上成長茁壯，卻仍不願意認同台灣啊。那當然，這話講起來以後引起蠻大的一個爭議了哈。那國民黨的議員就說啊，他已經青鳥化了哈，因為不當台灣人就不要在這裡啊。那另外呢，這個范雲就是說啊，這個好窩心啊，賈永婕人太好了啊。那民進黨黨團挺他，就是說如果不高興當台灣人應該反擊啊，為什麼不在台灣不高興當台灣人啊？那酸民就是你是不是抱民進黨大腿，因為給你101董事長做？賈永婕說不是政黨認同，是對土地的主權認同啊。那謝志偉說這個，因為賈永婕說不當台灣人就走啊，被藍營出征。謝志偉說媽媽在世也會直接責罵，她還是太善良啦啊。那另外呢，這個網絡就是你大頭症，台灣也不是你說的算，什麼要走什麼要不走，是你講的就算了嗎？啊，好，那我們看一下。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日前接受藝人台志源的訪問，脫口而出：“如果不愛台灣，就別待在這。”引發兩極評論，還有網友質疑他和家人的國籍問題。賈永婕周日再度發聲，強調愛台灣不分顏色。賈永婕在臉書回應，直言沒想到這段談話會被對號入座，甚至曲解。他點出，在民主社會，不管你支持哪個政黨，或是想監督政府，通通都沒有問題。這就是台灣最珍貴的價值。熱愛台灣，熱愛中華民國，從來不是對立，是同一國。他感性喊話：台灣是大家共同的家，立場可以不同，但不能否定我們共同站立的這塊土地。我想賈永婕這番話，當然因為他也不是政治人物啦，那所以他就很直白表達他自己個人的想法，就是他認為說大家應該就是要認同台灣這片土地。那如果不認同的，他可能很困惑，覺得為什麼明明是在這個土地上面，那又不喜歡台灣，那你要待在台灣做什麼？我想他的原意應該是這樣了。那我覺得今天就是我周末看到這個他講的這句話發酵之後，我也很困惑啊，就是說我覺得他講的當然就是。大家可以去講說他的這個用字遣詞，可是問題他也不是什麼政治人物，他就是跟這個台志源在娛樂節目當中就是所聊的這個事情嘛。那我覺得其實還是回歸到說，現在大家對於這個愛台灣、認同這片土地的事情，真的啦，就如同賈永婕所說的，大家的認同是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場跟方向、不同的切入點，跟我在第一段的時候我所講的一樣嘛。你要叫台灣叫什麼名字？要叫這片土地，你認為它叫什麼名字？大家都有不同的認同。可是問題是，你希不希望台灣是保有自由民主的體制？我相信大家都會希望是這樣。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保有自由民主的體制，能夠好好享受我們所擁有的，包含經濟成果也好，包含我們的社會福利也好，我們的健保也好。大家都是喜歡這個地方，也享受這個地方所給我們帶來的這一些福利跟經濟果實，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講這件事，然後去出征他，我是覺得這個是沒有太大的必要啦。那現在他所講的這些事情，我認為也是很多人的，可能是很多人的心聲，只是他今天表達出來，然後引發這樣子的討論，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就是說現在大家對台灣這片土地上面有很多不滿的。或者是你又認同其他國家的，那這一些立場，大家可以自由判斷，也可以自己發表自己的意見啊。是為什麼？是因為這就是民主自由的台灣，我們才能表達這樣的立場。沒問題。賈永婕這個事情哦，我也認同亮君，我覺得他不是政治人物呢，其實不必把他當成政治人物來對待，只是說他講話的口氣跟方式哦，我覺得是因為太過民粹這個角度呢，導致大家的不滿。哦，因為你雖然不是政治人物，你可能不是公權力，你講這個話你也大頭症，也不會引起什麼真正的後果。但是你所提出的一個強烈的說法，大家不滿嘛？因為呢，你很愛台灣，這個本來每個人表達感情的方式，也有人很含蓄的愛台灣，有的人喜歡把它掛在嘴上，這本來是大家自由。可是呢，他竟然就講說啊，你不喜歡你就走嘛。那我覺得這個就很莫名其妙了，你憑什麼管人家住在哪裡？今天住在美國的人，你真的去看看有多少住在美國的人不能認同美國現在的做法，多的是啊。
對不對？那你們整天民進黨最愛講的中國大陸，也有很多住在中國大陸人，他不認同中國大陸做法，對不對？也有很多人在各種不同的國家，他不認同他那個國家的裡面發生的很多事情，或者做法，或者他的治安，或者他的生活條件，或者他的環境啊，這每個人的感情的問題嘛。那你怎麼可以逼人家說啊，你不喜歡你就走好了？哦，賈永婕最值得批評，跟把所謂愛台灣標籤化、民粹化的一批人最值得批評的就是這一點，覺得說你感情的問題呢，要拿道德跟價值制高點來跟你對決嗎？莫名其妙嘛，對不對？每個人就像每個人生在每個不同的家庭，他跟自己家人也有不同的關係。那你不能說你自己非常愛你的家人，那別的人被家人傷害的，他抱怨一下都不行嗎？那這個問題，我覺得是賈永婕現在這種所謂被綠營支持、愛抱綠營大腿的人的那種大頭症，讓人很難以忍受的。乞丐，我們住在台灣，我們的家人都在台灣，親戚朋友都在台灣，有誰會不愛台灣？而且誰來定義愛不愛台灣？是你賈永婕一個人講了算嗎？我們用個對比好了，用比較的。早期的黨外或者民進黨剛創辦那些人，他們號稱什麼？清廉、勤政、愛鄉土，愛鄉土的講愛台灣這個土地。可是現在的民進黨有清廉、有勤政，有愛台灣這個土地不？有多少的弊案？光是一個光電弊案，你看把那個我們台灣的土地那個農村污染成那樣子。連農民一輩子賴以為生的這個農地都受到影響了，影響他們的生活。你我愛台灣不？我用這個一個比較，同樣的民進黨，早期的民進黨，大家認為他是愛台灣的。現在民進黨你弊案那麼多，你真的有愛台灣嗎？按照用這個標準，是不是也有些人講說，民進黨你就滾出去，你不要當台灣人？愛有很多種方式啊，愛是要互相包容的。我們好不容易，我們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啊。我絕大部分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或者都是外移進來的，只是幾代，可能有的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第六，有些就是10代。而我們在這個地方已經生根了，應該是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愛啊。像民進黨，我覺得甚至已經弄成民粹了，就是不只是青鳥，有些人都習慣去把好像愛台灣是你自己的專利，你憑什麼去講別人不愛台灣？每個人愛的方式就是不一樣啊。特別是你指着別人在講你不愛台灣的時候，你那個手指頭3根牛，看看你有多愛台灣。你做的很多事情是不是反而在挖台灣的根？我從民國76年開始跑新聞了，我以前認識的民進黨到現在的民進黨，鬼都招奸體啊！以前民進黨在捍衛的法治的這個精神，現在民進黨執政之下，哪有什麼法律過了還有一個不附屬，還有一個不執行的？你通過的人都可以不判，這是以前民進黨會做的事嗎？你這是整個台灣的法治都被你挖掉了。你以前在講清廉，你的弊案，你將近10年，你看你的弊案有多少？到現在有真相嗎？你應該愛台灣哦，你才是真正的這個害台灣的。我基本上是這樣啊，就是說，其實住在台灣人應該都是愛台灣的。你不要說講的什麼其他的，老兵最清楚嘛。那時候我鼓吹老兵開放探親去大陸，老兵去了幾個留在大陸啊，幾乎都回來了。他們要回台灣也沒有多好的待遇，一個月拿那麼一點點養老金，他到大陸也可以拿哦，我會給他的哦。然後很多住在榮家裡面，單身、孤家寡人，單身一個到老，他還回台灣呢？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是他愛的嘛，這個制度還是他喜歡的嘛，真的是這樣子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說可能要把它分清楚了，就是說我愛跟我批評是2回事嘛。批評不表示不愛啊。美國人現在多少人批評？美國川普大概只有40%不到人支持他，60%、70%都批評他，都不贊成他。哦，包括民主黨不用講了，共和黨也相當一部分是對他有反感的。那你不能說這些人不要留美國，搬到英國去算了，搬到這個法國去算了，對不對？第一個，他能不能搬出國是一個回事；另外一個就是說，他不表示他批評美國，他就是不愛美國嘛。其實這是要分開的了啊。那另外呢，我們有一句話常常講說，嫌貨才是買貨人嘛，真的是這樣子啊，嫌貨才是買貨人。哦，你嫌這個貨，覺得它不好，有這個要改善，要能改善，因為對你有期待，才會有批評。不是說表示批評就是不愛了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要把它分清楚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民進黨確定徵召陳伯陽選台北市長啊，那他就講，他說台北跟上海這個雙城論壇呢是滲透的破口哦，將來我呢要
辦的無限城論壇，我要跟紐約、跟這個巴黎、跟倫敦，我都要辦。好，那蔣萬安就說：“你說雙城人是滲透破口，哪一個具體的數據？你告訴我們什麼地方被滲透了？第二個，你說要保護里長，里長調查是要保護里長，那哪一位里長被調查，覺得他是被保護了，還是被威脅了啊？所以呢，因為當時有40個里長被約談，40幾個啊，41個我印象哈。那所以呢，他說是保護，我怕你們被中共滲透啊，要保護你們了。所以蔣萬安就問是哪一個里長被滲透了？你講一下嘛，誰被滲透了？啊，那另外呢，徐小新就是要替41個到中國大陸的旅遊的里長道歉，要沈伯洋。沈伯洋說，司法程序啟動本身是有風險的。哦，今天警察查了一個案，問了5個人，有1個人是真正嫌疑犯，另外4個人沒罪，所以警察要對這4個人道歉嗎？哦，這是沈伯洋的解釋，說不需要啊。那另外沈伯洋反擊說，立法是為了保護高風險的族群啊。那另外呢，徐小新哇，兩個要吵架了，說呢以毒亂回，哦，變成台灣的災難啊，你就繼續表演吧。叶元之說，沈伯洋扣人的紅帽子，像麥卡錫主義，所以呢不認錯，還想把人設把它轉成暖男。就以前是抗中保台，現在已經變了，我跟以前不一樣了，頭髮理了，表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們看一下。拼台北市長選戰，沈伯洋周末跟綠委一起來影城看電影，接觸年輕人。但昔日說里長是大陸滲透高風險族群 ，IP 抹紅。沈伯洋強調，調查里長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們，再現爭議。所以哪一位被調查的里長覺得被保護？你們可以問問他。本來萬事問中央，現在變成萬事問伯洋了。我認為立委能不能去中國？我認為可以啊。在台灣哪些事情是違法的？你要小心。這不是保護的，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保護。隔空跟蔣萬安唇槍舌戰，沈伯洋重申制度透明就是最好保護。時間回到2024大選前，光是台北市就有41名里長因為被招待赴陸旅遊，被以反滲透法調查，目前無人被判刑。基隆市孝岡里里長吳時金也因此被羈押23天，結果最後逆轉判無罪，僅獲得9.2萬元補償。當時里長們可以說是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一早就被敲門聲嚇死，穿着睡衣也被帶走，機票錢是自己買的。也沒喊口號。另一名里長說：“真的是受夠保護了。這些里長只是去交流而已啊，因為某一些政治操作，就把他們打成被中共滲透。”台北市的41位里長都沒有被起訴，可是，在過程當中是被調查，但是呢，卻飽受折磨，才是真正的掉書袋，甚至掉到讀書讀到腦袋都壞掉了。適逢2026大選再來，里長們若要接受大陸揪團旅遊，恐怕也得再三思。到底多少里長？41個。41個裡面大概一半在徐小新的選區，一半在我的選區。我的里長有20幾個。他告訴我，好幾個里長事後都告訴我啊，他們怎麼樣，知道嗎？早上7點半，7點之前7點半，7點到7點半，他突然就進來了，然後就把他帶走，然後問到下午4點半，然後這個案子就拖了差不多2年。這2年很煎熬哦，都非常煎熬。然後後來就也不起訴，處分就結案，就沒有證據嘛。他的證據是什麼？他證據就是一個說啊，你們去上海那個地方5日遊，為什麼要這麼便宜？行情價應該多少？你們怎麼可以11000拿到這個價格？這個價格跟行情差太多。里長當場就跟他反駁，里長說：“我還有9900，還9000多都有。你怎麼用這個來講？就是這個，然後他就反滲透法。好幾個里長事後跟我講，那個調查官就這樣問他，他說是。”老公那裡幫你買單，然後你省了這個錢來輔選賴士寶，就這樣子他是不是這個意思？他要咬我是這個意思的。你說沒有啊？這2件事情，我們去旅遊就是這樣子，大家揪團去旅遊回來就這樣子。其實那時候我覺得司法介入是在替民進黨輔選，在修理我們。就為什麼徐小新的區20個左右，我這個區20幾個都這樣。加起來40幾個，到現在為止我知道了，大概統統是前結了，已經都結案了。那我們就問了，這個是沈伯洋講的說，我問了5個嫌疑犯，1個有罪，4個不是嫌疑人，是這樣4比1嗎？是這樣子嗎？100%，統統是這個
政治辦案嘛，這清清楚楚看得到。那其中有個里長，他事後跟我講，我很簡單的，我出來是吧？我是國民黨提名的里長，我當然就是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天經地義。他就問說，為什麼這個樣子？他們一直要嘗試着說，你去大陸旅費比較低啊，用那個錢，所以你就有一點錢啊，就可以來輔選這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他的邏輯是這樣邏輯，那硬要里長咬我們，莫名其妙嘛。有沒有里長咬你的？沒有，當然沒有。咬的話就有事了，就基本上啊，有沒有影響？真的有。為什麼？後來就寒蟬，後來我扫街他不敢出來的，里長不敢出来。沒錯，因為我去游街嘛，我不是在宣傳車上嘛，選副總統的時候，我去拜托啊等等，就有人跟我講說，本來里長要預備啊，他們会有些里長会路上歡迎你嘛，到他的里裡面去了嘛。然後里長因為昨天被約談，現在不敢出來，里長躲家裡，而且這一躲不是只1年，躲了像你講2年。哎，你們沒有被檢察官約談過，你不知道。你如果被調下去，檢察官約談約去，然後這樣給你拷問了1天，祖宗8代事都給你問，甚至那個賬戶都給你調出來。哦，你這個錢哪裡來的？那個錢哪裡來的？那個經過，就算後來沒罪，那個經過是很痛苦的。像我們因為習慣了就算了，那些里長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被約過，第一次被約啊，約去就搞成這樣子哦。真的是很害怕的了。這個不是只有在台北市啊，連嘉義縣市都有啊。還有人後來還被求刑了。不過更最離譜是什麼？他大部分都是在選舉前沒有多久辦理了，辦完以後後來沒事，可是那個傷害已經造成了。有兩個傷害是非常嚴重的。第一個，他在選舉過程裡面，他本來幫的人他就不敢動了，嚇都嚇死了啊。連要出去輔選都不敢去的，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整體的那個寒蟬效應又非常嚴重，驚嘛，因為他用的是反滲透法。所以現在像我在嘉義市有那個一些里長，他們現在有時候還或者說本來有時候要組團要去，後來在聊天的時候啊，有些人選舉快到了都不敢去了。為什麼把兩岸搞成這樣子呢？我們剛剛一開始在談什麼？為什麼川普這一次對那個台獨那麼有意見？你看看哦，那兩個這個大國在談判的時候都是有拿有給，對不對？現在這1-2天剛剛真相都出來了。你看美國是今天早上開始宣布說，他們這一次的清單裡面要到什麼嘛？包括每1年有170億的這個農產品，而且它非常現實，就是2026年到那個川普任期要結束之前，2028，就是反正就是做人情給這個川普，幫他選舉的，還有200架這個波音，對不對？可是相對的，你看習近平要的東西很清楚，他一個晚上都在談這個。反對台獨這個事情嘛，那很清楚，就兩邊已經把兩邊要把這個美中關係，美中這個對台灣這個已經要重新定義了。結果大國都已經在改變的時候，我們國內現在都還在搞這些東西。你看賈永婕講這個話，他把自己當成是愛台灣的人，把人不愛台灣。然後你看那個范雲還上去說這個是很窩心的，謝志偉還直接罵哦，說賈永婕講得好，他轟的是台灣有些人的內結，還說這些人出國不足。他們就在上面一直在火上加油啊，一樣嘛。你看檢調本來應該是非常中立的，結果你每次在選舉前，然後你有些里長或者是有些民眾，他只到大陸去玩哦，結果被民進黨就扣了一個紅帽子，還把你抓去，用反滲透法，那是多恐怖一件事情。趙大哥剛剛講說你被檢調去談，你就是皮出來，一般人都嚇得半死，用反滲透法，這多重的一個罪啊！那像民進黨就是一直在搞這個嘛，所以剛剛講說會不會因為美中這個談過之後開始有一個大的改變？賴清德出來講2次，他有沒有可能這個台獨牌會改變，或者是對兩岸關係有些調整？可是因為他司法介入完之後，他把又抗中保台又變成一個手段，所以老實講，他們可能在年底選舉之前，我覺得民進黨是在死抱那個抗中保台牌，還是抱那個台獨牌了。現在只要看就是川普那個還有美國那個力道有多大，現在能夠改變賴清德繼續打這個抗中保台牌，繼續在抹黑的，就是美國啦。我覺得這是川普跟習近平見面完之後，或許會是一個解開的一個結，看你有沒有機會。梁君怎麼看？我想這個附中透明化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在立法院也一直都有討論嘛，因為之前也有說要這個針對立委附中的部分也應該要有報備制。那我想越透明越安全啦，大家就是反正你就旅遊啊，那這也沒有什麼。那只是說為什麼要特別把這個事情就是說要能夠法制化、能夠透明化，是因為現在也確實。中國對台灣的滲透，不管是從政治面也好，從民間上面也好，也都有這些紅色的滲透。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透明化跟法制化，是減少大家被
利用的可能跟被利用的空間。因為你說，當然有些人他就是要去當共諜，那這十惡不赦嘛，就處理他。可是有些人是他也不知道說，這樣子去了之後，然後中國的這一些行為其實是統戰。那所以要避免這樣子的狀況發生的時候，其實透明化讓整個事情更加的正常，更加的平凡。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才是一個對大家比较好的一個机制啦。那不要說大家覺得把这個事情把它上升到很可怕、很邪惡，但實際上透明化這件事情，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認同啊。反正我也沒有去幹嘛，就是去旅遊。那因為我的身份，好，譬如說我是明代，那我的身份我得報備，那就報備啊，這也沒有什麼啦。可以講 ，Patriotism is a virtue of the vicious。愛國心是惡棍的最後一張遮羞布。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提到是深惡痛絕的。我記得我以前在洛杉磯的時候，有不少的導演明星都是因為這樣一輩子都沒飯吃，因為被扯上說你不愛國，你是共產主義者。甚至到現在，這個麥卡錫主義在美國還是被人家聽到就覺得這個人可惡至極點，居然用愛國主義來去抹黑別人，去用愛國主義來抹殺別人的工作跟別人的生活。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在這個原之直接說沈伯洋是麥卡錫主義，老實講得很對啊。但是更特別的是，麥卡錫主義的提倡者是為了要奪權而去，又真的是為了要奪權，而是在內部裡面去煽動這些事情，然后最後面他沒有成功，因為被大法官所支持的。剛好相反的是，我們現在看到沈伯洋，我剛剛才在聊說歷任，至少我有記憶以來歷任的台北市長綠營或者是就是非國民黨的主流候選人有哪些？有陳水扁，有李應元，有在謝長廷，有蘇貞昌，有柯文哲，有陳時中。這幾個都是部長級，而且都是當過長的，至少說除了柯文哲之外，不過柯文哲自己的故事，所以說這些人拿出來，在當時至少陳時中在疫情的時候是一時之傑，只是後來自己走中了，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後我們看到沈伯洋，那我就會認為是說，你找一個認知作戰大師，一個麥卡錫主義提倡者來台北市這個全台灣文化水準、知識水準最高的地方。這個全台灣藍綠雖然說藍的居多，但是說真的，知識分子最活躍的地方，整個風向最會亂帶的地方，可是最後面都會理性討論事情的地方，你找一位認知作戰高手，找一位麥卡錫主義的提倡者來，充滿着愛國心，只要你愛國，跟我站在這邊，你只要跟我同一路，你就有活路；你不跟我同一路，我就讓你走投無路。像這樣論述，為什麼會在台北市長這種高度需要文化水準、這高度需要邏輯思維的選民面前去提出這樣子的人呢？我不太能夠理解後面這個他們黨中央的心態到底是為了些什麼？是為了保護基本盤，還是為了故意要給誰難堪？因為我們都知道，最強的候選人一定是王世堅，一定是王世堅。我在講一定是王世堅，但是他為什麼連提都沒被提到？甚至吳怡農也比他正常的多，為什麼被提到？民進黨有很多優秀人才，為什麼會到一個麥卡錫主義沈伯洋來？我想我不太能夠理解。但是，身為如果以選戰來講，國民黨的選將們都很高興。可是，如果說以一個台北市民的角度來講，這是哪裡怪怪？為什麼會做出這麼奇特的決策？這我就不懂。休息一下再回來。彰化縣，因為國民黨徵召了魏平正，掀起反彈。那彰化的基層發起一個叫反魏聯盟，說不去投票，換句話說拒絕投給兩種，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啊。第一種是不投魏平正，第二個是根本不去投，這是兩種哦。一種是你去不去投他，一種是不去投對方，一種根本不去啊。那把這個魏呢改成那個反魏哈。所以號召支持者拒投現場票，是說拒投的意思了哈，所以表示對黨中央對空降提名的不滿啊的彰化哈。那縣黨部因為他們是派了蕭景田去做主委嘛哈，冷處理哦。那魏平正說不擔心蝴蝶效應，不會啦，不會因此擴大啊。那另外呢，因為他們拒投國民黨的縣長參選人，魏平正說我沒有脫過黨啊，因為當時有人問這個謝依鳳。說你會不會脫黨啊？謝依鳳就說你要去問那個脫黨的人啊，因為當時
這個魏平正當時選這個社頭鄉長的時候，國民黨沒提名他，他還去參選，所以那個時候算是脫黨啊。不過他後來又當了國民黨的那個考紀會主委了啊。那到底這個反魏聯盟會不會擴散？就問謝依鳳，謝依鳳說：“哎呀，我人微言輕了哦，而且提名已經完成了哦，應該請教面對這個問題的人不是我啦，提名誰去講啊？啊，或是誰提名誰去講啊？哦，他說在徵召以前我已經問過、提醒過黨中央。”本來是一盤好棋，稍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哦。那另外呢，這個謝典林是不是挺蔡壁如？民眾的蔡壁如選彰化縣長，蔡壁如說我要選了哦。那謝典林說去問黃國昌哦，不跟我沒關，因為事實上原來謝典林是鼓動蔡壁如出來參選的哦，但是呢，現在可能他又說去問黄國昌吧，看一下。黨彰化縣長提名人選延宕多時，總算在上周中常會通過徵召考紀會前主委律師魏平正參選縣長，但包括立委謝依鳳、前副縣長洪榮章、前立委柯成芳，在此之前都積極爭取藍營提名，甚至呼籲黨中央應該要透過民調初選來決定提名的人選，但是最終未果。因此，魏平正徵召案通過之後，也引發了藍營基層反彈。如今，像是前彰化縣的田尾鄉代會副主席黃公煌，也在臉書發起反魏聯盟，公開號召選民拒投縣長票，借此表達對於黨中央擬徵召空降人選的不滿，盼以地方發酵的力量喚醒國民黨改革。而貼文一出，也引發不少鄉親留言加以響應。而魏平正則表示，反魏聯盟是很有創意的諧音梗，也展現了台灣民眾的創意。但是他並非由外界所說的空降，而是出生於社頭鄉，母親也曾擔任過社頭鄉長，家族也長期在地方經營襪織產業，會舉辦說明會，說明理念跟政見。而國民黨彰化縣黨部主委蕭景田則說，近期會安排魏平正拜會謝依鳳、洪榮章及柯成芳等人，懇請團結，避免泛藍陣營分裂。好吧，現在兩個問題了啊，一個就是說國民黨裡面的原來的三人幫，哦，到底會要怎樣？他們現在顯然是反對了啊，那到時候能不能說服他們？另外就是你民主黨的蔡壁如也宣布要參選了，那到底怎樣？現在是兩個問題哦，我之前就提過了。彰化本來謝依鳳出來選是有勝算，因為他本身在南彰化，那北彰化王惠美王縣長經營的很好，也就是他是和美。哦，對，你還當過彰化的什麼？公測會總幹事3年，公測會3年嘛。那本來如果南北這樣加起來，只要是國民黨夠團結，謝依鳳那時候我覺得機會是大，甚至就是洪榮章跟柯成芳兩個當過副縣長哎。而且那個洪護是我當的公測總幹事，他接入我位置，他已經跑了2-3年了。但是有人說謝依鳳如果家族不幫他啦，大伯不出錢啦，弟弟又反對他，很難當選。所以要整合好嘛，就是說這些問題要克服。但因為本來就說你選舉就是為了要贏嘛，那國民黨應該是去克服這所有問題，以謝依鳳為第一優先。那如果謝依鳳不能選，那你至少洪榮章跟柯成芳兩個應該都比魏平正強啊。就你提了一個可能民調是第4名，這是一個現在最麻煩的地方。可是現在提名了，就要加速。那為什麼一定要提魏平正呢？魏平正應該民調是比較低的，對。那為什麼一定要提他？他們說可能是3個擺不平，我覺得這不是理由了，因為解決方法就是民調嘛。現在除了民調有什麼更好的這個方法？那你現在這樣搞的話，你現在提了魏平正，那我請問，那其他3個人要不要輔選他？你沒有整合好怎麼輔選？而且那個反魏聯盟都已經出來了。好，那另外一個問題，你說蔡壁如基於黨的這個發展，當然如果蔡壁如能夠參選，對民眾黨的發展一定是有幫忙嘛。你可以母雞去帶小雞，可是現在碰到一個大問題哦。現在就是如果不趕快整合的話，不管誰出來選，離民進黨那個陳樹葉，是不是能力是很強的？沒有，就是他聲望是那個整個聲勢是很強的。民進黨是強力那個資源整個都已經下去了，他已經起跑了。所以我之前講說第一優先趕快是謝依鳳，不行，你至少就是說柯成芳跟洪榮章趕快去整理出來。那現在如果壁如進來，你們如果可以透過一個內部的整個民調，或許是一個方案的，不過速度一定要快，不能再拖延了。好，很多人在講說壁如選好是好還是不好？我覺得他可能現在是一個刺激點，就是說像目前如果魏平正出來選，看起來當選幾率是低的。你從地方我的了解也是這樣子，那或許兩邊可以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你說透過一個民調可是一個辦法啊，可是現在國民黨就認為說，好像藍白合當初沒有這個地方，可是沒有更好的方法啊。你大概就是2個人做個民調，可能現任縣長王縣長了，王縣長能力很強，聲望也很高，滿意度也很高，他會怎樣？這個我沒有，我相信他是很愛國民黨的啦。只要國民黨後來提名的是誰，或者是藍白合提名出一個人，他應該會強力去補選。但他支持劉和然，劉和然又不回去啊。對啊，他就勸了，聽說不止3顧茅廬，就勸了好幾次，劉和然就不回來嘛。所以這是很可惜的地方。不過我強調一定要快，這個時間真的不能再拖了。我原來在他們這個亂局確定落幕之前，我就聽到，大概1個多月前我就聽到
他們心目中王惠美心目中最想要劉荷蘭。对啊，有券啊，有券。劉荷蘭有券，就刘荷蘭。那事實上他們也做了接近類似民調這樣子說，他的声望各方面支持度不錯，而且以他現在來講的話，他表現這麼好。在新北市這一局啊，他等於是對李四川來講的話，他就直接就退了，對不對？他裡面也沒有說經過一個民調，像齊凱還經過一個民調，真實民調他沒有啊，他就是一個內參民調拿出來，他自己就退了，所以他那個泱泱大度讓藍軍覺得送，而且愛積極，所以劉荷蘭是有機會到那裡去，那又不去啊？不知道為什麼不去啊？不去的結果變成是提一個魏平正，我看了一下，我也嚇一跳，雖然我對彰化縣沒那麼熟了，可是我家在台中的隔壁啊，他們怎麼樣？別忘了，除了6都以外，彰化縣人口是最多，100多萬了。而且他們也在爭取哦，爭取想要變第7都哦，第7都哦，這裡面來講，你要條件是有這個條件的哦。所以他講那個反魏，你們剛才你提到反魏啊，當然這個魏就是這個諧音嘛，那個魏平正的魏嘛。另外一個就是讓人家反魏，他們會覺得說反魏，我覺得這個黨中央。刻意一定要提名魏平正，一定有他的那個論述的基礎。我覺得就把它講清楚吧，跟外界講清楚說。有講啊，他有3個優點啊，第一個是律師，第2個有基層，第3個反正他有講。他最少因為現在人家挑戰的民調嘛，你就做個民調給大家看，他民調不差，不比你們3個差。對，他说万一做成不好的，不好就不行啊，不敢做啊。赖永明，不，他們講說現在民調不好，不表示以後不好啊。賴永明。我對各位講的這些人，其實除了謝依鳳以外，我都不認識。好，所以因為2個當過副縣長，實際上也都還不錯了。評論起來比較心虛啦。那我只是覺得說，最強的謝依鳳被家族弄成他不能選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以台灣民主化以來哦，大家一直希望脫離家族政治，而且女性政治人物也一直都很出色的情況下，我是覺得這樣的發展蠻遺憾的。那這個是對謝家的一個遺憾。那我覺得對國民黨的遺憾是說，國民黨為什麼要去屈服這種家族政治？我也不能了解，因為你這樣子明晃晃的做給大家來看，不是就讓你覺得說啊，你果然還是勝利文能選上，他是號稱新政治對不對？我當時都還很記得啊，他年輕人啊選上啊，給國民黨形象煥然一新等等。那你在彰化的處理，不是典型的落入大家以前認為你國民黨就是都被跟地方派系妥協，不就是這種感覺嗎？哦，那你就算說有現實上的為難，那你至少程序上要公開透明。像剛才大家講的，好歹做一個民調給大家看看。那你這樣子的空降，過去真的不是說大家願意比。朱立倫時代他徵召的人是誰呀？當時鬧得不可開交，大家也覺得完蛋，叫桃園就他人家有辦法徵召張善政，那你有什麼話講？做過行政院長的跑到桃園市，大家真的沒話可講。那你今天你加那個彰化，你若要徵召，你拿一個這樣子的牌出來，那大家也沒話講，對不對？否則的話，就像剛才齊凱說的，我不知道齊凱在彰化政壇還那麼熟，2個做過副縣長的，你考慮都不考慮，完全找一個大家也彰化也不怎麼很認得的人，這個當然會引發很嚴重的後續。那我覺得這個彰化這一局哦，真的是對國民黨來講，現在很怕它會有外溢效應。徐下再回來。好，馬英九基金會好像今天有一個聲明出來吧？啊，在這裡啊，用馬英九基金會名義了哈，有一個聲明稿啊，說有關本會處理前員工蕭錫成、王廣子違反基金會內部紀律、涉嫌侵占、背信等罪一案，由於董事會今年3月27號成立了3人調查小組，3月27號是也一個半月，快2個月了哈，所以呢，至今還沒有提出調查報告。所以呢，董事長就馬英九了，於5月11號親自致電給薛湘川、尹啟明、李德維3人調查小組成員，詢問調查進度，邀請他們出席5月21號的董事會，就5月20號還沒有開個董事會，而且要徵選新任董事會，因為基金會的董事要原來的董事會過半同意了哈。那結果呢，薛湘川跟尹啟明2個人沒有接馬英九的電話，只有
指定發言人叫做李德維接聽了，而且在通話中向馬英九承諾5月21號會出席董事會，並通知調查小組其他2個人一起出席，同時承諾將於5月21號董事會中提出3人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啊。那所以呢，基本上啊，這邊就強調馬英九自己打電話，那3個調查小組的成員呢，2個沒接，不知道是故意不接還是漏接哦。現在反正電話不一定每個人都接嘛哦。但是李德維因為是指定發言人，李德維是3個裡面的一個，說21號會出爐。那今天幾號？今天18號，18號，所以3天以後要出來啊。哦。那另外呢，這個有一個這個 AI 做的，應該是 AI 了哈，我是沒看了，他們傳過我不看，這我都不看，浪費我時間哈。那是說呢，李德維去罵戴霞玲，說戴霞玲在黑箱操弄，哦，然後呢說這個他們3個這個專案小組人都集體請辭了，不幹了，哦，等等哈。那結果呢，這個說網傳3個人辭職，哦，那結果馬辦聲明說這影片的內容心存惡意，憑空捏造，現在真的很麻煩。就是說 AI 哦，它可以給你捏造各種，它仿造各种的影像啊、聲音啊都有可能哈。那而且呢，這個 AI 怎麼還扯到我？怎麼跟我有什麼關係？他說呢，內容謊稱李德維3人已經請辭，而且呢說馬英九基金會已經把消息人跟王光慈2個人移送法辦，然後呢就抹黑說馬英九基金會的戴霞玲、還有趙少康、金溥聰3個人。哦，所以呢，這個影片心存惡意，憑空捏造，本會特此鄭重聲明澄清，以正視聽，而且請社會大眾不要以訛傳訛，這個來傳這個相關不實的言論哈。馬英九上午又打電話給我了，馬英九也跟我抱怨，就是說搞這些東西哦，作假啦等等哦，好吧，那就是馬英九打了3次電話給我。在電話裡面，他是頭腦是很清楚的，但是也有人講不一定是這樣，打給你清楚，在別的地方不，也許不清楚，我不知道哦。但是至少跟我的通話算是清楚的了哈。那徐小新是說，不要去鄭麗文不要去提馬英九的身體狀況嘛，能夠少說幾句就少說幾句了哈。那但是很奇怪哦，就是當馬英九基金會發出這個聲明稿以後，那個 AI 影片就被動了，就立刻動了。哎，奇怪啊！那如果這是真的是惡意搞，你講我這樣搞你啊？為什麼這基金會這樣一聲明以後，影片你現在就，它也不叫下，它叫什麼？什麼意思？凍結了。哦 ，freeze，就是你就看不到了啦。哦，就這樣，我有啊。哦，只是我沒有去看啊，因為人家傳給我說，你看這罵你了。哎呀，我說罵我東西多了，算了，不要看了啊，浪費時間哈。那到底怎麼回事哈？那基本上哈，馬英九的不滿是說，我身體好不好是一回事，你可以說我身體好，可以說我身體不好，但是有沒有人違法犯法是另外一回事情。你不能說因為馬英九可能有些事情忘了，就說他都知道，只是他忘了，所以我這樣做了。所以關鍵在這個地方了哈。我一再強調就是說，因為馬英九基金會發布出聲明，這個聲明還寫得蠻客氣的，就是說既然你們說5月20號要有結果嘛，那麼就來參加董事會，把結果公告，有還是沒有？至少你3人小組先有一個報告出來嘛。那假如說這個有調查了半天，那到底是有還是沒有？當然我也相信3人小組是有點為難了。如果3人小組說馬英九身體不好，那好像一副都推到馬英九身上，那馬英九一定會反擊啊。以馬英九個性，他不可能讓你這樣講。那如果說有問題，那好像又對基金會不好。那國民黨的人傳統上就喜歡，哎呀，算了，大家都少講2句，然後就這個事情混過就算了。那問題你碰到馬英九不要混過人嘛。馬英九我從認識他今天還電話跟我講，在我們同學50年了，你知道我個性是啊。我進大學那天，我是同一屆進大學的嘛。我第一次這個沒2個月就大一新生被辯論，他就是我的對手，我們就開始在辯論上交鋒嘛。他的個性我很清楚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說，我也相信3人小組是有點為難了，到底該怎麼樣哈？但是不管怎麼樣哈，那既然已經成立了3人小組，那5月21號你也答應了馬英九說要公布調查結果，到底公布還是不公布呢？來，士保兄怎麼看？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馬英九這麼的堅持，有他一定的理論基礎啊。
那現在3人小組李德維是發言人，他也答應了要出席嘛。那我們就那一天看嘛，就出席。我相信報告應該有的啦，報告應該有。只是這報告裡面到底是要站在什麼一個立場？他怎麼樣左邊右邊老實講也都得罪人了。也是很為難，我也相信很為難，都很為難。我如果是3人小組，我也很為難。对，可是站在一個我們是藍軍的立場上，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趕快過去吧，趕快水落石出，該怎麼樣？那馬英九可以接受，那大家可以接受，社會可以接受不了。楊平，關於馬英九基金會這個事啊，既然已經有3位董事他們要出來做處理，而且這3位董事呢也不是等閒的人，都做過政府很高的官的人，比如說薛湘川，他做過行政院秘書長，尹啟明做過經濟部部長，李德維做過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啊，就說你要講公信力好了，你也不能全部這些人都不相信啊，所以我覺得就靜待他們的報道。那這個事情其實本來我覺得已經沒什麼在討論了。但是呢，因為我們鄭麗文主席在他面對學員那個課程的時候，有學員問他，他又去做了一個評論。那其實你可以說政治人物很容易被人家斷章取義也許鄭主席心裡也有他的委屈，可是你真的現在在這種位置上，你在不管你是什麼所謂私下场合啦，面對誰啦，課程什麼，你都要非常小心。一個最活生生的例子，不是那個德國的總理嗎？他也在他家鄉面對高中生去評論了美國川普總統，說：“哎呀，他處理伊朗的問題沒有退場機制，被伊朗人羞辱什麼？就他那多嚴重啊！搞到美國在對德國撤軍呢。”對不對？他也覺得5000人，對，他也覺得很委屈啊！我是在跟學生座談啊。那鄭麗文也有人覺得說啊，那是學生問我問題，但是真的都一定要很小心。譬如說，你可以不用評論馬英九就說那是他們基金會的事情嘛，就好了。啊，基金會的事情，我們等待基金會的處理就好了。不過現在問題是什麼？因為我有說，因為中間也罵我嘛，哈，那他們說沒有嘛，那我就那就把。我說黨主席這演講，因為我以前國民黨以前辦很多訓練活動，我都去，連我這種小咖都會錄音錄影啊。因為黨主席講話，照理講應該有錄音錄影，我就說那有沒有錄音的？國民黨說有啊，說有錄音錄影啊，我說有錄音啊。那這樣既然如此，就把錄音公開不就好了嗎？錄音到底講了什麼話，對不對？說如果有人這個鄭主席說我沒有講這個沒有講的，錄音公布出來就知道。那現在又錄音又不公布，也蠻奇怪的。如果錄音公布，沒有就是沒有，就是這個招公信還你的這個公道嘛。那現在又不公布，那現在讓馬英九那邊也很覺得也覺得好像很委屈，老是拿他身體來做文章，所以他就很不高興嘛。來，這個亮君。這個馬看這個事情，老實說我是有點霧裡看花啦。然後也是接着這個上個周末鄭麗文主席在學院裡面講的這些，我就看也是滿頭霧水啦。但是我覺得就是如果有什麼誤會，而且如果這個演講的過程當中也都有記錄的話，我想把誤會解開也對大家都比較好啦。那如果這個誤會持續延續的話，然後大家心中都有個疙瘩，我覺得這樣子在同黨之間，這樣也不利於大家之後選舉的團結啦。那我覺得無論如何，就是把誤會解開比較好。來，解開。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有一段時間負責過馬英九，他當時當台北市長新聞，就是聯合報是那個董志生的，中國時報我跟他們的市府的一些團隊跟朋友們都常常還有聚會。那我們大家共同的，大概從1年多前開始，我們就要談這個事情，就是說馬總統的身體狀況能夠少談就少談，因為老實講這個都不是外人能夠判斷的。好，因為所以包括發生這個事情，我覺得現在就是最好就是看那個調查報告裡面拿出怎麼樣的證據來。為什麼有2個，包括薛湘川跟尹啟明，他們為什麼不接電話？當然是非常非常的為難。一方面要看證據的這個同時，然後講他們真的不容易常常接電話。像我打電話給他們，也都要先留言很多次。這個事情不容易，然後講要調查是看證據沒有錯，可是這裡面前因後果太複雜了，我覺得也不容易找出什麼非常明確的東西出來。來，貝講，我比較期待基金會的事情就讓基金會內部去處理。永遠不要變成公眾事務，因為不管是什麼基金會，只要內部的事情一旦處理之後，就變成軒然大波。不管是馬英九基金會，還是張榮發基金會，還是長風文教基金會，還是任何的基金會，只要是基金會裡面的事情，只要是以前曾經公眾人物或者還是公眾人物，一旦講出來的時候都不好看。那至於有沒有違法，那就讓法律
讓法律來去做一個公平的判決。那我只是說，希望說不要有人在趁這個時候，然後見縫插針，然後去做奇怪的事情。尤其是說，當司法介入的時候，尤其对